地藏经云：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；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地藏王菩萨立誓度尽地狱众生，却道出人间至理。千年地狱中，无一真正罪人，而是人多执着于外在形式，将功过善恶简单二分，以为恶行即是罪，善行即是德。殊不知每一个灵魂都承载着难以言说的因果。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千夫所指的罪人，其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因果的结晶？当我们以为看清了一个人的全部，又怎知不是被表象所蒙蔽？明朝洪武3年，嘉兴府城外的苍松禅寺中，一位老僧正跪坐在蒲团上，双目微闭，手中捻着一串褐色佛珠。他名为慧明，已在此寺中住了40余载，府中百姓都尊他为明公。今日是农历7月15，中元节。民间传说这一日地狱大门开启，亡魂可暂时回到阳间。寺中的超度法会从清晨便开始，直到此刻夜幕降临，才渐渐散去。慧明睁开眼，寺中已无人声，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地上，如同一块银白色的地毯。他起身，拄着拐杖缓步行至佛殿，向主尊地藏王菩萨行了一礼。明公，您还未歇息？一个年轻的声音从殿外传来。慧明回头，看见一个身穿青布长衫的年轻人站在月光下，他微微一笑：是子陵啊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未回家？周子陵是府城里有名的才子，出身书香世家，却不爱功名，常来寺中与慧明谈经论道。今年不过20有3，却已有不少诗文传于坊间。回禀明公，今日城中有人说起一桩往事，弟子心中有疑，特来请教。周子陵拱手道。慧明示意他进来，两人在佛前的蒲团上相对而坐。说来听听。周子陵沉吟片刻，道：今日城中有人谈起朝廷大狱，说当年朱元璋大行诛杀，不知多少忠良被冤枉入狱，其中提到一个名叫胡惟庸的丞相，说他谋反被杀，株连9族，数万人因他而死。慧明点头不语，似乎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后来有人说，胡惟庸本是奸臣，死有余辜，又有人辩解说他是被冤枉的。弟子听了半日，竟不知孰是孰非。周子陵困惑道：既然明公历经数朝，不知可否为弟子解惑？这胡惟庸到底是奸是忠？慧明摩挲着手中佛珠，轻声道：你认为呢？周子陵道：若论其生平事迹，此人却有不少善政，曾减轻百姓徭役，整顿吏治。但若真如史书所载谋反，那便是大逆不道。只是朱皇帝晚年多疑，又杀了那么多人，难保胡惟庸不是被冤枉的。慧明微微颔首。子陵聪慧，能从多角度思考，但你可知胡惟庸入狱之时，老衲恰在应天府城中。周子陵一惊，明公亲历其事，不错。慧明的目光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。那是洪武13年秋，老衲随师傅到应天府化缘，恰逢胡惟庸被捕。当时满城风雨，人人自危，有人说丞相谋反，有人说皇帝猜忌，各种传言满天飞，却无人知晓真相。后来呢？周子陵好奇地问。后来老衲的师傅带我去了一个地方，见了一个人，这才知道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。慧明的眼神变得悠远。那是一个雨夜，年轻的慧明跟随师父通融禅师走在应天府城的小巷中，雨水顺着屋檐滴落，街上行人稀少。通融禅师撑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，看不清面容。师父，我们这是去哪里？慧明小声问道。去见一个将死之人。通融禅师的声音平静如水，他曾是一个大官，现在却身陷囹圄。今晚你或许能明白何谓因果。他们来到城南一处衙门前，守卫见到通融禅师，恭敬的行礼，随即放他们进入。穿过几道门，最终来到一间阴暗的牢房前。牢房内只有一盏微弱的油灯，
照亮了一个消瘦的身影。那人约莫50岁上下，穿着囚服，却依然保持着一种不卑不亢的气度。大师来了。那人声音嘶哑，却不显慌乱。通融禅师将伞收起，行了一礼：“胡丞相，贫僧来为你诵经超度。”慧明这才知道，眼前这位囚犯竟是朝廷首辅胡惟庸，这位曾权倾朝野的丞相，如今却被关在这阴暗的牢房中，等待处决。不必了，大师。胡惟庸摇头道：“我胡惟庸此生无愧于天地，亦无愧于陛下。若有来世，我依然会做同样的选择。”通融禅师不语，只是从袖中取出一串佛珠，递给胡惟庸：“丞相，这串佛珠乃老衲用菩提子所制，请收下。”胡惟庸接过佛珠，忽然笑了：“大师，您信因果吗？”“因果不虚。”“那么您觉得我胡惟庸此生是何因结何果？”通融禅师沉默片刻，道：“丞相一生为国为民，即便今日身陷囹圄，亦是因果循环的一部分。只是因果之说，非我等凡夫俗子可妄断。”胡惟庸握紧佛珠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“大师所言极是。我胡惟庸此生虽步步高升，却也步步惊心。如今身陷大狱，或许正是命中注定。”他顿了顿，只是那些无辜的亲族，却要因我而遭受株连，这又是何因何果？通融禅师垂下眼帘：“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因果循环如车轮，或许前世的因成就了今生的果。丞相不必自责，但愿来世能得善果。”胡惟庸苦笑道：“来世我怕是要下18层地狱了。地藏菩萨曾说，我在地狱待了1000年，却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罪人。”通融禅师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丞相何必妄自菲薄？”胡惟庸闻言一怔，随即释然一笑：“大师此言令我茅塞顿开。”通融禅师又道：“丞相，老衲有一事相求，大师请说。”“我这小徒慧明尚未历练，望丞相能为他讲述朝堂之事，让他明白世间因果。”胡惟庸看了一眼年轻的慧明，点了点头：“也好，临死之前能有人听我说说心里话，也算是一种解脱。”就这样，在这个雨夜，年轻的慧明听胡惟庸讲述了他的一生。胡惟庸本是江西人，年轻时曾在元朝为官。朱元璋起兵后，他弃暗投明，随朱元璋南征北战，凭借过人的才干，逐渐得到重用，最终成为丞相。陛下初登大宝时，朝政百废待兴，我日夜操劳，只为辅佐陛下治理天下。胡惟庸的声音低沉：“减轻百姓赋税，惩治贪官污吏，重用贤能之士，这些都是我力所能及的事。”他又道：“然而权力越大，顾虑也越多。陛下性多疑，我又位居首辅，难免成为众矢之的。那些弹劾我的奏章，想必堆积如山。我虽无谋反之心，但在陛下眼中，恐怕早已认定我有异志。”慧明不解地问：“丞相若知陛下多疑，为何不主动请辞，避开锋芒？”胡惟庸苦笑道：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我若离去，谁来保护那些正直的官员？谁来为百姓请命？年轻人，你可知官场如战场，退却容易进难，一旦离开，便再无回天之力。”通融禅师问：“丞相可有后悔之事？”胡惟庸沉思片刻，道：“后悔的事太多了，后悔当初不该专断独行，得罪了太多大臣，后悔没能看清陛下的心思，做事过于刚直，更后悔连累了那么多无辜的亲族和同僚。”他的声音哽咽了一下：“但我唯独不后悔的是，尽心辅佐陛下，为这大明江山奠基。”那一夜，胡惟庸讲了很多，他讲述了朝堂上的勾心斗角，讲述了他为百姓所做的努力，也讲述了他与朱元璋之间日渐增长的隔阂。陛下是个英明的君主，但也是个多疑的君主。胡惟庸叹息道：“他出身贫寒，
白手起家打下这片江山，难免对身边人存有戒心。我能理解他，却无力改变这一切。通融禅师问：丞相可知自己为何被捕？胡惟庸摇头：朝中有人告我谋反，具体情况我也不得而知。但我胡惟庸问心无愧，从未有过谋反之心，只是在这朝堂之上，事实往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陛下相信什么。雨渐渐小了，牢房里的油灯也快燃尽了，胡惟庸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憔悴。时候不早了，大师该走了。他看着通融禅师说：多谢大师今晚前来，我心中已无遗憾。通融禅师起身：丞相保重，愿佛祖保佑你来世的善果。临走前，胡惟庸将那串佛珠递给慧明：小师傅，这串佛珠就送给你吧，望你记住今晚的谈话，日后行走江湖，莫要忘了世间因果。慧明接过佛珠，双手合十：弟子谨记。离开牢房后，通融禅师对慧明说：你可明白为何带你来见胡惟庸？慧明摇头：弟子愚钝，不解师父用意。通融禅师叹息道：人世间的是非功过，往往难以简单判断胡惟庸是否谋反，或许只有天知道。但无论如何，他的结局已定，数万人将因他而死，这便是因果，复杂而深远的因果。3日后，胡惟庸被处决，所谓胡惟庸案也由此展开。朱元璋大怒，下令彻查胡惟庸谋反一案，株连9族。据说最终牵连致死者达3万余人，其中不乏无辜之人。胡惟庸死后，大明朝廷发生了巨变，陛下废除了丞相制度，亲自处理朝政，许多大臣因胡惟庸案而被处死，朝堂之上血流成河。慧明对周子陵说道。周子陵听得入神，不禁问道：明公，您认为胡惟庸是否真的谋反？慧明摇头：这个问题恐怕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。胡惟庸自称无反意，但朱皇帝坚信他有意志，史书记载他谋反，但后世学者多有质疑，真相如何，或许已随历史烟消云散。那么胡惟庸到底是奸臣还是忠臣？周子陵追问。慧明微微一笑：奸忠之分又岂是那么简单？胡惟庸确实为大明朝廷做了不少好事，减轻百姓负担，革除朝政弊端，但他也树敌众多，专断独行。或许正是这些性格缺陷，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。周子陵若有所思：人无完人，古今皆然。正是。慧明点头。世人常将人物简单划分为好坏两类，殊不知每个人都是复杂的混合体。胡惟庸也好，朱元璋也罢，都有其可取之处，也有其不足之处。夜已深，寺中回荡着蝉鸣。慧明从袖中取出一串佛珠，正是当年胡惟庸赠予他的。这串佛珠，老衲已持诵40余年，每念一声佛号，便想起那个雨夜，想起那位已故的丞相。慧明轻抚佛珠：子陵，你可知这串佛珠的意义？周子陵摇头：这佛珠上的每一颗珠子，都代表着一段因果，前一颗带动后一颗，周而复始，永不停歇。人生亦是如此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相互交织，难分彼此。慧明目光悠远，胡惟庸的结局看似是朱元璋多疑所致，实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他的专断，他的强势，他树敌过多，以及朱元璋的疑心，这些都是因，而他的悲剧便是果。周子陵似有所悟：明公是说，世间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，只有因果的循环。慧明点头。地藏王菩萨曾说，我在地狱待了1000年，却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罪人。这是何意？因为每个罪人都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环，他们的罪行往往是由无数前因所导致的。若要追溯，或许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。两人又谈了许多，直到月上中天，周子陵才起身告辞。
慧明送他到寺门口，临别时嘱咐道：“子陵，老衲今日所言，并非教你不分善恶，而是希望你明白人性复杂，判断一个人不能简单以好坏二分，要看其一生行止，更要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处境。”周子陵深深一揖，弟子铭记在心。慧明目送周子陵消失在夜色中，转身回到佛殿。他跪在地藏王菩萨像前，开始念诵经文，经声回荡在空旷的佛殿中，似乎穿越时空，回到那个雨夜，回到那间阴暗的牢房。自从那天起，慧明的心中埋下了一个谜团。胡惟庸临行前的那句话一直萦绕在他耳边：若有来世，我依然会做同样的选择。为何一个即将赴死的人，明知自己的结局如此悲惨，还愿意重蹈覆辙？难道他所谓的无愧于天地，真的只是一种自我安慰，还是说，在他看来，那些因他而死的人，都只是必要的牺牲？慧明不禁想起地藏菩萨的话：我在地狱待了1000年，却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罪人。也许胡惟庸的秘密正隐藏在这句话的背后。明朝洪武18年冬，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应天府城。慧明跟随师父通融禅师来到城中一处不起眼的宅院，宅院的主人是一位姓赵的老者，据说曾是胡惟庸的心腹幕僚，却因病未曾上朝，躲过一劫。赵老先生白发苍苍，行动不便，却目光炯炯，精神矍铄。见到通融禅师，他行了一礼。大师远道而来，老朽有失远迎。通融禅师回礼：赵先生客气了，今日贫僧前来是有一事相询。赵老先生将二人请入内室，亲自沏了茶，待他们坐定。通融禅师开门见山：赵先生，贫僧想知道胡惟庸的真实为人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赵老先生微微一怔，随即苦笑道：大师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老朽不敢妄言。如今胡公已成阶下囚，朝廷定论他谋反叛国，老朽若有异议，恐怕有诛九族之祸。通融禅师目光平静：赵先生放心，贫僧此来只为了解真相，绝不会连累先生。况且贫僧已见过胡惟庸，只是对某些事仍有疑惑。赵老先生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长叹一声：既然大师已见过胡公，那老朽也不必隐瞒了。他顿了顿：胡公为人刚直不阿，做事雷厉风行，他一心为国为民，从不徇私枉法，正因如此，得罪了太多人。赵先生可认为他有谋反之心？通融禅师问道。赵老先生摇头：绝无可能。胡公对陛下忠心耿耿，从起兵之初便追随左右，立下汗马功劳。他若有意志，早年间就有无数机会，何必等到位极人臣之时，反而自毁前程？慧明在一旁听着，不禁问道：那为何朝廷会认定他谋反？赵老先生苦笑：这其中缘由复杂，一方面胡公手握大权，不免引起猜忌；另一方面，他性格刚直，得罪了不少权贵，这些人自然想方设法陷害他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忽然压低声音：陛下本就多疑，胡公又犯了一个大忌。什么大忌？慧明好奇地问。赵老先生环顾四周，确定无人偷听，才道：胡公知道了一个秘密，一个关于陛下的秘密。通融禅师和慧明对视一眼，都露出疑惑的神色。赵老先生继续道：5年前，胡公奉命查办一桩案件，涉及到陛下的身世之谜。陛下一直声称自己出身贫农，但据胡公调查，事实或许并非如此。此话怎讲？通融禅师追问。赵老先生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说道：据胡公查证，陛下的父亲朱世贞可能并非普通农民，而是元朝时期的一个落魄官员，甚至可能与元朝皇室有些许联系。慧明大吃一惊：此事当真？赵老先生点头：胡公亲自调查，
必不会有错。问题在于，陛下自起兵以来，一直以农民出身自居，号召天下百姓共同反抗元朝统治。若此事为真，便意味着陛下多年来的宣传都是谎言。通融禅师若有所思，如此说来，胡惟庸知道了皇帝不愿被人知晓的秘密，这才成了祸端。正是，赵老先生叹息道。胡公发现此事后，原本想私下告知陛下，让他有所准备，谁知此事被人告密，说成是胡公在查证陛下身世，意图不轨。陛下本就多疑，听闻此事，如何不怒？惠明不解，但胡公为何不解释清楚？赵老先生苦笑，解释，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任何解释都是徒劳。陛下一旦认定胡公有意志，任何辩解都只会被视为狡辩。况且胡公性格刚烈，宁死不屈，又怎会低头认罪？通融禅师道。如此说来，胡惟庸案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。赵老先生点头。不仅如此，胡公在任期间力主改革，触动了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。这些人联合起来，在陛下耳边不断进谗言，说胡公如何不忠，如何有意志。日积月累，陛下的猜忌越来越深，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。惠明忽然想起胡惟庸临终前说的话，不禁问道：赵先生，胡公临行前曾说，若有来世，他依然会做同样的选择，先生可知此话何意？赵老先生闻言一震，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。胡公说过这话，他沉思片刻，我想胡公的意思是，即便知道结局如此悲惨，他还是会选择为民请命，为国尽忠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忠义之道。通融禅师问：即便因此连累数万人？赵老先生苦笑。胡公恐怕没想到事情会到这一步，他或许认为，即便自己被杀，其他人应该能够幸免。谁能料到陛下会大开杀戒，牵连如此之广？三人沉默了一阵，最终赵老先生从内室取出一本厚重的册子，交给通融禅师。这是胡公生前记录的一些事情，他曾托我保管，如今胡公已去，我想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，请大师过目，或许能解开更多疑惑。通融禅师双手接过，郑重道谢。离开赵府后，师徒二人找了一处僻静的客栈，开始翻阅那本册子。册子上记录了胡惟庸担任丞相期间的许多重要决策和思考，其中有一段文字尤其引人注目：洪武11年冬，我奉命查访陛下家族往事，意外发现一些蛛丝马迹，指向一个惊人的真相：陛下先祖可能与袁氏有联系。此事若为真，将对朝廷威信造成重创。我犹豫再三，决定亲自向陛下禀报，请他定夺。然而此事刚有风声传出，便有人向陛下进谗，称我查访陛下身世，意图不轨。陛下震怒，却未当面质问于我，反而暗中派人调查。我知道风雨欲来，却无可奈何。未今之计，只有竭尽全力完成改革，在倒下之前，为大明江山做最后的贡献。惠明读完这段文字，不禁感慨，原来胡公早已预感到自己的结局。通融禅师点头，他知道自己恐怕难逃一死，却依然选择坚守岗位，完成改革，这份胆识实属不易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师徒二人继续游历各地，寻访当年与胡惟庸有过交集的人。他们遇到了曾经的朝廷命官、地方士绅，甚至是一些普通百姓。通过这些人的口述，胡惟庸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。在江南一带，他们遇到一位曾任县令的老者，这位老者告诉他们，胡惟庸在任期间曾大力推行减轻农民赋税的政策，使得不少贫困地区得以恢复生机。当年我所在的县城连年灾荒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是胡丞相亲自过问，减免了3年赋税，又拨发粮食赈济灾民。若非如此，
恐怕我那县城早已成了一片废墟。老县令感慨道。在北方，他们又遇到一位退役的军官，这位军官告诉他们，胡惟庸非常关心边防士卒的生活，曾多次请求朝廷增加军费，改善将士待遇。胡丞相虽未文官，却很懂军事，他知道边疆将士的不易，常派人带着物资慰问。我们这些老兵至今提起胡丞相，都是满心敬意。然而也有人对胡惟庸评价不高。在应天府城，他们遇到一位曾经的御史，这位御史对胡惟庸颇有微词。胡惟庸为人骄傲自负，不听劝谏，我曾多次上书指出他用人不当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冷眼相待。这样的人位居丞相，岂不是祸国殃民？在山东，有一位老书生告诉他们，胡惟庸虽然才干出众，但性格刚愎自用，得罪了不少同僚。胡丞相做事太过急躁，不懂得缓步图之，朝中大臣多有微词，却碍于他的权势，不敢明言。久而久之，积怨越来越深，最终酿成大祸。通过这些零散的记忆和评价，惠明渐渐拼凑出一个更为真实的胡惟庸。他才干出众，心系百姓，却也骄傲自负，不善变通。他推行的改革多有益处，却因方式过于激进，得罪了太多人。最终他的悲剧不仅仅是因为朱元璋的多疑，也有他自身性格和行事方式的原因。洪武20年，惠明跟随师父重返应天府，这一次他们来到了当年胡惟庸案发之地文华殿。如今的文华殿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似乎已经忘记了7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。通融禅师站在殿前，目光悠远。子明，你现在可明白胡惟庸案的真相了吗？惠明思索片刻，道：弟子以为此案背后有多重因素，一是胡公触碰了陛下的逆鳞，查访陛下身世；二是胡公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得罪了太多权贵；三是胡公性格刚烈，不善变通；四是陛下本就多疑，容易听信谗言。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，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。通融禅师点头，所见甚是。世间事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，胡惟庸既非十恶不赦的奸臣，也非清正廉明的完人，他有才干，有抱负，也有缺点和过失。正如地藏菩萨所言，地狱1000年，未见真罪人。每个人都是复杂的，每个故事都有多面性。惠明若有所思，弟子明白了，胡公之罪并非简单的道德缺失，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若论因果，恐怕要追溯到很久以前。通融禅师欣慰地笑了，你已经开始理解因果的深意了。回到苍松禅寺后，通融禅师将胡惟庸的那串佛珠交给了惠明，这串佛珠从今往后就是你的了。每当你念诵佛号，希望你能记住胡惟庸的故事，记住世间因果的复杂性。惠明双手接过佛珠，郑重点头，弟子谨记师父教诲。故事回到现在，禅房中，惠明和周子陵面对面而坐，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地上。子陵，老衲今日讲述胡惟庸的故事，并非为他平反，也不是要否定朝廷的定论，而是希望你明白，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。惠明缓缓道。周子陵点头，弟子受教。只是弟子还有一个疑问，地藏王菩萨为何说在地狱1000年未见真正的罪人？莫非地狱中都是无辜之人？惠明微微一笑，非也，地狱自有地狱的因果，那些在地狱受苦的人必然有其受苦的原因，只是从更深层次的因果来看，这些罪人的行为往往是由无数前因所导致的，他们的罪行或许只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环而已。那么胡惟庸和那些因他而死的人又是怎样的因果？周子陵追问。惠明沉思片刻，胡惟庸的结局看似是朱元璋的猜忌所致，
实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他的专断独行，他的刚直不阿，他触及陛下逆鳞，以及朱元璋的多疑性格，这些都是因，而胡惟庸的悲剧便是果。至于那些因他而死的人，或许在更久远的过去，他们与胡惟庸之间就已经结下了某种因果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周子陵若有所思。如此说来，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表象，而背后的联系或许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。正是如此，慧明点头。《金刚经》云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世间万事万物，包括我们的一举一动，都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环。认清这一点，方能放下执着，趋向解脱。两人又谈了许多，直到月上中天，周子陵才起身告辞，回到佛殿。慧明跪在地藏王菩萨像前，开始念诵经文。在佛珠划过指尖的瞬间，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雨夜，那个将死的丞相，以及那个年轻的自己。40余年过去，当年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，但胡惟庸留给他的那句话却始终清晰：若有来世，我依然会做同样的选择。慧明明白，这不是胡惟庸的狂妄自大，而是一种超越生死的觉悟。在胡惟庸看来，即便知道自己的结局如此悲惨，他还是会选择为民请命，为国尽忠，因为在他心中，这才是真正的道义。念及此，慧明不禁想起地藏王菩萨的誓言：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这是何等的大愿啊！即便知道地狱众生无量无边，即便知道度尽地狱众生几乎不可能，地藏王菩萨依然选择了这条路。或许胡惟庸和地藏王菩萨在精神上有着某种共通之处，他们都选择了一条注定艰难的路，明知前方荆棘密布，却依然无怨无悔。地藏王菩萨说：我在地狱待了1000年，却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罪人。慧明喃喃自语，因为在因果的视角下，所谓罪人不过是因缘和合的产物，他们的罪行或许只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环而已。佛珠在指尖划过，一颗接一颗，如同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，看似分离，实则相连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在这串佛珠中流转不息。慧明闭上眼，心中一片澄明。在这个中元节的夜晚，他仿佛看到了胡惟庸的灵魂，看到了那些因胡惟庸案而死的冤魂，也看到了地藏王菩萨的慈悲面容。在菩萨的注视下，所有的怨恨、痛苦、不解都化为一缕缕青烟，消散在夜色之中。唯有因果依然在轮回中循环往复。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每个人的悲欢离合都是前因后果的交织。胡惟庸的悲剧既是他自身性格与行为的结果，也是时代环境与人心复杂的反应。地藏王菩萨所言，我在地狱待了1000年，却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罪人，正是对这种复杂因果的深刻洞察。唯有放下执着，明了因果，方能超越善恶二分的桎梏，走向真正的解脱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